去年下半年开始，各家厂商纷纷发布了新版的系统啊，塞了不少新功能啊。基本上我们都做过单独的视频了。有人调侃最忙的就是老罗，确实大家越来越像了啊。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来盘点一下各家到现在为止啊，这系统里面还有哪些独特好用的功能。本期有2个原则，一是够独特啊，其他家没有啊，像 iOS 的灵动岛啊、鸿蒙的这个实况窗啊、MagicOS 的灵动胶囊啊，这种功能其实都比较类似啊，这适配的也都差不太多。本期我们就不多提了。第二个就是，虽然别家有，但是你明显做的比其他家好用的。当然，这个软件功能其实和耳机有点类似，很主观。这个本期我们也是主观感受啊。如果你还知道什么好用的功能，欢迎评论弹幕讨论。播完整体验，马上开始。苹果 iOS 一直以流畅稳定著称，功能方面近几年给很多人的感觉基本就是没啥感觉，但 iOS 其实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点啊，还真的是遥遥领先的啊，快捷指令，它可以让用户自定义一系列的操作，然后一键执行。这花粉米粉小伙伴，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啊。虽然智慧生活和自动任务也有类似的功能，但是它们只能设置一些简单的条件和操作，比如打开某个 app 时启动某个功能，而 iOS 的快捷指令，了解的应该知道，它更像是一个简易编程啊，你可以用如果设置变量，否则结束条件啊这种方式来编写你各种想要的功能。隔壁百问抖音也更新过几期关于快捷指令功能的分享，比如你可以设置一个早安快捷指令啊，当你对着 Siri 说出这个词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播报日程信息啊、手机电量以及今天的天气情况啊。当然这都是基操了啊。有这么一个 UP 主啊，做了一个网站专门做快捷指令的分享啊，网址在这儿啊，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像什么一键制作证件照啊、添加水印啊、一键换壁纸啊、这个拼接长图啊等等功能啊，都可以通过快捷指令来实现。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还是挺实用的。然后就是华为鸿蒙 HomeOS 给大家印象最为深刻的应该就是多设备的无缝协同了。其中超级中转站就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啊，它可以让你在不同的设备之间轻松传输文件，只要你的手机、平板电脑连到同一个网络上，就可以在任何一个设备上查看和操作中转站里面的内容。相较于其他家那种使用互传来回传文件啊，确实要方便不少。当然这只说了超级中转站的一个功能点，它的单一设备上的使用体验也是相当不错的。凡是你手机上显示的画面都可以通过智慧视频拖到你的中转站里面，系统应用里面的图片啊、文件啊等等啊，都支持一键拖入。像一些平台保存到图库里面啊，这个照片它会自动添加上这个平台的水印，使用中转站就可以跳过水印保存了。一些常用的 app 像 QQ 啊、微信啊，也支持从中转站中直接拖照片、拖文字啊，一键发送。体验的时候，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设计啊，你可以把一些平台的图文，比如说微博啊，都长按放到中转站里边啊，这功能上这时候有点像全局收藏了，各种设备你一键点击就可以直接进入查看。第一次知道这个用法的小伙伴，可以在弹幕里扣波1。下面是荣耀 MagicOS 啊，一直给大众一种换皮鸿蒙的感觉啊。最近8.0的升级确实有一些地方让人眼前一亮。我们主观觉得有2个功能很实用，第一个是任意门啊，罗老师确实很忙啊。荣耀这个确实要更加完善和深入了一些啊，它可以智能识别屏幕里的内容，并且匹配相应的功能，一拖一松啊，解决多个 app 间跳转不协调的通病。动画也是直接开一扇门啊，很形象啊。比如说你冲浪刷到一个好物，想去多个平台比个价，大家的一般操作就是长按图片保存到本地啊，退出应用再打开购物平台，然后搜索图片。任意门只需要长按住图片，然后旁边一拖，就搞定了。第二个是智能日程，对于平时比较忙的小伙伴还是比较实用的啊，它可以和前面的任意门搭配使用，像你各种 app 聊天记录里面的一些日程，它都会自动记录到日历里面啊，还有短信里面的信息啊、还款日啊、车票信息、快递信息啊等等等等，都可以被智能的识别到日历里面排成日程啊，什么时候乘车，什么时候取快递，什么时候和朋友吃饭，都给你写好了啊，用熟了相当于有人专门给你每天排日程表，并且它可以通过桌面上的智能卡片来提醒展示，而且这个功能它是在本地运行的，不用担心隐私问题。小米系统曾经有过一段万物基于 MIUI 的辉煌啊，很多功能都是它的首创啊。MIUI 简史我们详细跟大家聊过，你可以翻看。但随着后续 MIUI 在稳定性上表现的不佳，这几年基本上的更新都是求稳啊，直到 HyperOS 啊，像焦点通知、打断动画、自定义锁屏等等等等啊，其他家也都陆续开始学习跟进了。曾经只有小米有的应用通话录音和全应用的双开啊，现在也是很多系统都上了。目前来说，除了 HyperBand 这个适用于智能家居的功能啊，还有一个功能挺独特。就是游戏加速，这个功能其实很多家都有啊，但是小米这个有一些不同啊，它可以让小米加载一些游戏的速度啊，确实更快。我们放一段和其他系统的对比，小米的这个效果确实更加明显。如果你还觉得 HyperOS 有什么独特的功能，欢迎评论弹幕里面再分享一波。
vivo 的 Android OS 可以说是和自己的前任也就是 Fantash OS 区别最大的系统了。当时 Android OS 一发布的时候，这个大图标小组件也算是引领了一段潮流被各家陆陆续续借鉴了不少。但到目前还有2个功能，我们主观觉得比其他家要好用。第一个就是原子随身听，它可以在桌面和锁屏上控制音乐除了常规的音乐 App， 像喜马拉雅、懒人听书这类 App 也都做了适配，而其他家系统的小组件则基本上只能控制1个 App 的音乐第二个就是原子通知，这个功能出现的时间节点比苹果的灵动岛还要更早经过迭代到 Android OS 4.0 已经高度可用了像什么机票会议电影快递等等信息都可以显示并且它无处不在覆盖到了系统的方方面面，包括息屏、锁屏、状态栏、桌面组件，甚至连游戏助手里面它都会显示就怕没有给你提醒到位。我们主观觉得这要比其他系统类似的功能做得更进一步。黑厂的 ColorOS 是一众系统里面相对来说最简洁的一个但也有不少小伙伴调侃ColorOS 14更新了个寂寞。不过相较于其他家，14还是有自己独特功能点的。如果你的朋友给你发了一个 CAD 的文件，正常来说你需要点击应用商店里面下载一个 CAD 看图网，然后再回到聊天界面里面保存，然后到第三方 App 打开。而 OPPO 的文件随心看这个功能就可以直接查看各种常见的文件格式除了常规的办公3件套 Markdown、Xmind 思维导图、CAD、PS 还有苹果系统的一些办公文件它都可以直接打开。如果你的工作生活系统复杂这还是比较实用的。不过有部分文件需要云端处理才可以看就比如苹果的这点提醒你注意。另外就是 ColorOS 14的人物消除功能，虽然这个功能其他家也都有，但是黑厂我们主观感觉算法上要更加完善一些我们也和其他家做了一些对比，就比如第一组样张里面只有简单的一个人，去除之后能发现 OPPO 对于叶子边缘的处理确实更好一些。同样的这组椅子华为有一些涂抹，小米则有些断层， vivo 则是既扭曲又算出了不该有的白条，相比之下 OPPO 确实会相对自然一些。最后这组黑白影像也是一样， OPPO 要明显优于其他家。接下来是魅族 Flyme 作为老牌系统即便是到了今天，它也有一些挺好用的功能。第一个就是老生常谈的小窗了。以前我们在系统横屏里边都详细聊过这 Flyme 的小窗逻辑，主打2个字无感，即用即走。像微信这类 app， 魅族还专门做了适配你注意看这个微信小窗，联系人的头像会直接显示在最下方，旁边我们放了一台 OPPO 的手机你可以看一下区别。这个设计对于海王朋友来说应该很方便。第二个就是状态栏歌词，字如其名像一些常用的音乐 app 都可以在状态栏显示歌词。除此之外，它还可以代替悬浮通知显示一些消息，大大提高了状态栏的利用率。其实这个功能好用的可以扣分1。视频到这儿，你是不是以为我们已经讲完了这个盘点系统功能怎么能少了锤子呢？虽然说锤子现在没有了但是这种视频感觉必须得提到它。像大爆炸这种10屏的功能，到现在基本上各家也都借鉴完了首先就是 OneStep 除了刚才提到的任意门，它其实还提供了一种非常高效的小窗处理方案。你看我们在桌面上点击 OneStep，你会发现屏幕的一侧多了3个加号，点击加号就可以把主页的 app 放进去这样就可以在同一个屏幕上处理4个 app 即使在这么小的机身里面这个机器也比较老了但我们依然觉得这窗口利用率还是挺棒的，并且它还支持从一个窗口里往另外一个拖照片、文字等等信息。一是其他家系统的小窗挂起，二是锤子的 OneStep 你更喜欢哪种方案呢？大家可以评论弹幕。闪电胶囊这个功能其实也相当超前现在你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成苹果的 Action 按键的部分功能和华为的中转站部分功能的结合体苹果左侧这个 Action 按键长按你可以设定成语音备忘录，锤子左侧这个闪电胶囊按键长按你也可以记录。鸿蒙支持把中转站的文字拖到别的窗口Smartisan OS 之前也是支持的并且闪电胶囊也有部分语音助手的功能，它可以通过弹出小窗的方式来搜索联系人网页等等信息。领先1步叫先进，领先2步叫疯子罗老师的裤衩10年了都还没被拔完。OK， 各家你认为手机系统里面最好用的功能是什么？大家可以评论弹幕一波我们以前呢也有聊过趋同性这个话题，当某一个产品领域趋于成熟的时候那相关的好的设计也必然是趋同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服务对象是相同的，就都是我们都是人类因为大家的习惯都大差不差，利好用户才是第一位的。如果有正在看本期视频的公司小伙伴其实不妨学习一下其他人的优点这个或许能给你带来不少灵感。如果大家还知道我们没有提到的一些非常独特的功能点欢迎在评论区大家聊一聊，一起分享一下互利互惠。期待2024各个系统给我们带来更多更新、更多好用且实用的新功能。OK， 如果觉得本期片子对你产生一点帮助，记得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不过的体验，下个视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